Hello， 我是 D-Miner，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款结合节奏游戏与幸存者玩法的独立游戏《节奏魔女：舞动的骷髅》，由台湾的浮光游戏制作。浮光游戏的前身是 Anova 工作室，他们曾经推出过风格古典又独特的音乐游戏《阳春白雪》。这次他们把 in-game 的节奏打击感跟类 survival 的生存战斗融合在一起。融合的真的是意外的好啊！那这款游戏的基础玩法很简单，只要跟着节奏按对拍子就可以蓄积能量。每个招式需要的能量不一样，当能量累积满了之后，技能就会自动释放，就是用节奏在战斗的意思啊。在打节拍的同时，也会提升充能倍率以及累积狂热的能量条。在这个能量条集满了之后，就会进入狂热状态，它是整个游戏最愉快的时刻。狂热状态下蓄积的能量会变成2倍。如果是用进阶模式游玩，拍点还会变得更复杂。全部都有完美命中的话，伤害会变得超爆炸的。那除了我们的攻击是靠节奏之外，怪物的移动模式也是跟着节奏一起，包含偶尔曲子会出现比较长的空拍，怪物的动作也会因此而停下来，真的是很配合演出。在玩比较久、比较理解怪物的行动模式之后，还可以利用这个机制做出高超的回避跟走位。那除了节奏之外，就是幸存者类型该有的系统啦。同时，它为了配合音乐节奏这个特色，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例如升级的时候，为了不打断游玩的感觉，就没有选择的桥段，而是改成获取一个新币。等到曲子结束，通过一个小关卡的时候，你回到营地才可以使用它来升级。玩家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恢复一下专注力。当然，营地除了一般升级之外，也会有商店让你做强化。武器商店可以购买攻击技能，最多只能装备4个技能。那另外还有4个空格让你做升级的备用。我觉得它武器的设计蛮有趣的，技能有稀有度之分。前期来说，当然是最稀有的紫色技能，伤害效率最高。但绿色跟蓝色技能在升满且满足条件之后，就可以做觉醒强化，进阶成为紫色技能，强度也会变得跟紫色技能一样强，甚至我觉得还比较强一点。那他用这个方式去平衡，让每一个技能都有值得一玩的地方，不像一般的幸存者类型常常会有废技存在。另外，技能跟装备也有做很强力的联动。装备商店卖的装备除了给属性效果之外，也会附带印记。你只要有足够的印记，就可以进一步的强化武器的效果，甚至可以增加击中数啊，或是分裂的数量啊，联动起来真的很强大。而且跟武器不同的是，装备数量是没有设上限的，买装备会是中后期提升强度的唯一手段。目前这个游戏共有8个关卡跟6个角色可以使用。关卡的不同主要是难度提升，除了地形会不一样，怪物的种类跟强度也有所不同之外，搭配的歌也会不一样。难度较高的关卡节奏会比较快一点，甚至偶尔还会偷塞一些什么3连音啊，或是147这种拍点。整个玩下来，我觉得难度曲线算还蛮平滑的。在没有使用任何场外升级要素的情况下，前面3关都还算轻松，从第4关开始难度才会缓缓的上升。那这边也顺便分享一些心得跟前期攻略。首先技能选择方面，我比较推荐的是走把低费的绿色技能升满，然后做觉醒强化这个方向。紫色技能虽然很强，但是需要的能量也比较高，而且大多是范围技能，在遇到有王的关卡就没有这么好用。低费的技能的话，通常都是单体的，但是发动频率很高，所以补足了单体的这个弱点。而且通常觉醒强化之后，都会有穿透啊、多重投射之类的效果，无论是清怪打王都很好用。缺点就是游戏中期难度提升，但是觉醒强化又还没弄好之前会比较弱一点，所以还是要选1-2个紫色技能来填补这个空窗啦。另外再提醒一下，觉醒强化之后印记触发的条件会提高，通常数量都要再多1个，记得要考量进去啊，有没有触发到强度差很多。那在资源管理上，前期把钱都花在购买技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中期之后就要开始投注在装备上面，效益才会比较好。毕竟升级武器为的就是觉醒强化嘛，至少也要先把目标装备需要的印记拿起，再把钱花在武器上面。新币的使用也是一样，升级3选1其实还蛮看运气的。我通常会保留一定的新币给铁匠铺使用，在条件凑齐之后，尽快觉醒强化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属性方面，我觉得这个游戏最重要、最好用的是移动速度、拾取范围、生命恢复。因为要边打节奏边走位，要闪怪都来不及的，还要贪金币拾取，会超容易受伤的。但是不贪又不行，这个是最好的强化手段啊。那这3个属性拿多一点，就可以很大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推荐游戏前期的选择，还有场外要素都先拿这3个属性，可以让你在前几关好过很多，这样后面培育的方向也会比较自由。那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角色里面最强的就是骷髅魔女。
有跑速，有范围，还会飞行，不受地形缓速影响。如果关卡很容易在前期就死掉的人，非常推荐用骷髅魔女来攻略。那当然，这个游戏还是有几个小缺点啦。第一个是眼睛真的有够忙的，你要看拍子，要闪怪物，要躲投射物，后期地板上还有大量的陷阱，再搭配上自己的技能特效什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心神再去做精准的走位操作。尤其如果你玩 in game 是木压派的，玩起来会更吃力。不知道我的钢琴老师对于我把余光视谱这个能力用在玩游戏上会有什么想法呢？第二个是机制造成的角色差异不大。虽然每个角色都各自有开场时附带的属性，但是这些相较于游戏内的升级机制实在是微不足道啊。只有在第一回合的时候会特别感受到角色机体的差异，后续角色走向还是取决于你想要培育的方向，没有角色向性的问题。除非你有特别想要玩某个角色开场给予的角色限定技能，不然基本上选哪个角色游玩应该都不会有太大差别。那第三个缺点就是技能装备的强力联动，造成流派有一些局限，因为不同的技能会吃不一样的属性跟印记。那在有限的游戏回合中，玩家也只能最有效率的去选择相似类型的技能来搭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你的技能搭配。你要选魔法，那你就全部都要配魔法才会强。或许在场外升级点的够多之后，可能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吧。那总体来说，节奏魔女舞动的骷髅虽然在游玩深度上面稍显不足，单纯只是想要打通关卡的话，只需要8到10个小时，但是价格也够便宜的，只要100台币左右。最重要的是，它玩起来真的会让你有很用心在设计游戏的感觉。如果你很喜欢玩幸存者类型的游戏，想要听着好听的音乐，跟着节奏轻松爽快的歌草的话，那这款游戏真的非常的适合你。那这期就这样，欢迎留言推荐我其他有趣的独立游戏。我是 D Miner， 我们下次见。